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清晨，我是晨晨。这一集要来分享这款玫瑰花网格提袋。这款提袋真的很实用，不管是保温杯、手摇饮，还有便当盒，甚至像 Stanley 这种大容量水壶也能装得下。收纳也很轻松，日常出门带着走超方便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用到锁针、短针和引拔针，新手也可以轻松完成。这次我使用的是贝碧加毛线，搭配3.5毫米的钩针。因为它线材比较粗偏硬，勾起来袋子会比较挺，容量也比较大。或者也可以换成这款多股纱，两款都是5股毛线的粗细，都非常适合新手练习。喜欢我的教学，欢迎帮我按个喜欢，热推影片。那我们就开钩吧。首先使用3.5毫米的钩针，搭配手边的线材，环形起针。小提醒一下，因为线材是亚克力材质，它不耐高温，所以建议不要装那种很烫的容器。起针完成之后，开头先钩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返回线圈里面，绕线带出。这时候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穿过这2个线圈，钩一个短针。在第一个短针放上记号扣。接着继续在线圈里面钩织短针，第一圈总共需要钩织8个短针。8个短针钩完之后，将线圈拉紧，在记号扣的位置，也就是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，钩织第2圈，开头钩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刚刚引拔的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一个短针，放上记号扣，接着钩织3个锁针。3个锁针完成之后，下一针空一针不钩，在第3个针目再钩一个短针。接着钩织3个锁针，一样是空一针，再下一针再钩一个短针，后面就是重复动作，一个短针，然后3个锁针，空一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总共需要钩织4组。最后回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完成，钩织第3圈，开头钩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刚刚引拔的同一个针目里面，先钩第一个短针，放上记号扣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，我们再钩第2个短针，也就是钩织一组短针加针。同一个针目钩织2个短针，称作短针加针。接下来在刚刚3个锁针形成的洞里面，钩3个短针，将3个锁针把它包起来。完成之后，在前一排短针的针目钩短针加针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再钩第2个短针。一样在3个锁针的洞里面钩织3个短针，后面重复相同的钩法，钩短针加针，然后在3个锁针上面钩3个短针，总共需要钩织4组。最后3个短针钩完之后，我们要直接进行第4排的钩织。首先先拆掉记号扣，在记号扣的针目里面，也就是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钩第4排的第一个引拔针。这个第1针引拔针不需要钩太紧，这样后面会比较好看针目。然后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面，再钩织第2个引拔针。2个引拔针完成之后，下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放上记号扣，
在下一个针目一样是钩织短针，总共钩2个短针，接着钩7个锁针。7个锁针完成之后，中间空3针不钩，在第4个针目跟第5个针目各钩1个短针。接着继续7个锁针，中间空3针不钩，然后钩2个短针。后面就是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7个锁针，中间空3针，再钩2个短针。这边就请大家自行完成。最后一组7个锁针完成之后，检查一下是不是空3针。最后在记号扣的位置，也就是第1个短针的针目钩织引拔针，偶数排结尾引拔针可以钩完之后拉紧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。接着钩织第5圈，开头钩1个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刚刚引拔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第1个短针，放上记号扣，下一个针目也是再钩1个短针，然后在前面7个锁针的上面钩7个短针，7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在前一排的2个短针的针目都各钩1个短针，然后一样在7个锁针上面钩织7个短针。这一排的钩织规律，2个短针，然后7个锁针上面钩织7个短针，然后2个短针，7个短针。再请大家自行钩到最后一组7个短针。最后一组7个短针钩完之后，这样我们第5圈就完成，开始钩织第6圈。在记号扣的针目钩织第6圈的第1个引拔针，记得不要钩太紧。下一个针目钩织第2个引拔针。3、4、5，开头需要先钩5个引拔针，接着在后面2个针目各钩1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放上记号扣，再钩第2个短针。2个短针钩完之后，接着钩织9个锁针。中间空7个针目不钩，在第8个针目跟第9个针目各钩1个短针，9个锁针，中间空7个针目，在后面2个针目各钩1个短针。这一圈就是2个短针，9个锁针，然后空7针，再2个短针，一样，请大家自行完成。确认最后是空7个针目，没有问题的话，直接在第1个短针的针目钩织引拔针。这引拔可以把它钩紧一点。第6圈完成，接着钩织第7圈，开头钩1个锁针当起立针。引拔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第1个短针，放上记号扣，在下一个针目也是钩1个短针，在前一排9个锁针上面钩9个短针，9个短针完成，在前一排的2个短针针目里面各钩1个短针。然后一样是钩9个短针。这一圈的规律2个短针，然后9个短针再2个短针，非常简单。最后一组9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我们要来开始钩第8圈。
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钩织第一个引拔针，接下来后面再钩4个引拔针，总共会需要钩织5个引拔针。5个引拔针完成之后，在后面2个针目各钩1个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放上记号扣，然后钩织第2个。2个短针完成，钩13个锁针，中间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在第10跟第11个针目里面各钩1个短针。然后就是重复动作13个锁针，中间空9针，然后再钩2个短针。后面就是一直重复动作，2个短针，13个锁针，空9针，再2个短针。这一圈结尾确认中间是空9针之后，回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钩织引拔针。接着钩第9圈，奇数排的开头记得一定要钩1个锁针当起立针。后面的钩织方法都跟前面一模一样，只是差在针数不同而已。请大家按照文字说明，自行从第9排钩到第15排。钩完之后，我们再来说明提把的部分。钩织过程，如果你发现这边空太多的话，可以将包起来的这排短针稍微移动一下位置。但还是记得前一排的锁针不要钩得太松，这样后面一排才能顺利钩满短针，不会有空隙。这边我已经钩完第15排的最后31个短针，接下来钩织第16排，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钩第一个引拔针，后面按照顺序钩织17个引拔针。17个引拔针完成之后，在下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这里我们只需要钩1个短针就好。在这个短针放上记号扣，接着钩40个锁针。40个锁针完成之后，中间空31针，因为中间空格比较多，我用记号扣去做辅助。在第32个针目钩1个短针。新手可以在这个短针放上记号扣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钩1个引拔针，接下来钩1个锁针当做起立针，将织片整个翻转过来到背面，然后在刚刚记号扣的位置，也就是短针的针目，再钩1个短针。在前一排40个锁针上面钩满40个短针。40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回到开头的短针针目，钩织1个短针。找到下一个针目，钩1个引拔针。引拔完成之后，钩1个锁针固定，留一点长度，直接将线剪断。这样我们一边的提把就完成了。再来看一下，中间这边有4片花瓣，然后我们这2边已经做了一个提把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完成另外一边。首先教大家怎么数针数。这里是2个短针的针目，然后这边后面这里就是提把的第一个短针。这个提把总共有31个短针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空15针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第16个短针的针目这里放上记号扣，这样子才会刚好在31针中间的位置。
然后这个记号扣放好之后，我们再从这个记号扣开始，中间空31个针目，在第32个针目放上粉红色的记号扣，然后我们从蓝色的记号扣这里开始钩织，钩针穿入这个针目，重新起线，将线贴紧织片之后绕线带出，钩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然后再穿回刚刚穿入的针目，钩一个短针，在这个短针放上记号扣，好，钩40个锁针，钩法就跟前面一模一样，穿入粉色的记号扣针目，钩一个短针，新手可以自行做上记号扣，在下一个针目钩一个引拔针，引拔完成钩一个锁针当起立针，翻转织片，导到短针的针目，再钩一个短针，在前面40个锁针上面钩40个短针，最后回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，再钩一个短针，下一个针目钩引拔针，左一针固定，留一点长度，将线剪断。剩余的线头使用缝合针将它藏进织片里面。所有线头都藏完之后，就直接剪断。中间这里也可以剪掉。这样我们玫瑰花网格提带就完成了。